范伟竟是相声演员出身。你看这里边还有2张照片，我觉得可以值得记忆的。一个呢是范伟最早说相声的时候，他说过相声的。对，范伟是相声演员出身。最早我搞那个健身杯比赛的时候，我是极力推他得1等奖的。他是说捧哏的，说逗哏的，逗哏的，演得非常好啊。说起范伟，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小品卖拐。虽然说这几年范伟一直在小品界和影视圈发展，但他最早是靠相声起家的。陈连仲的师傅是彭国良和侯宝林、王凤山一辈，所以按照辈分，范伟与郭德纲、姜昆同属一辈。小时候的范伟虽然很有艺术细胞，但是口齿不清楚。为了能让范伟在相声界立足，陈连仲经常一个字一个字的帮他纠正。时至今日，范伟仍满脸感激。然后那个时候啊，你想说相声，这口条根本不行，人叫银，肉叫釉。我师傅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教我，然后把我领到了这行。我等于是把一个就是一点儿不懂文艺的这么一个孩子领到了一个文艺的门里了。其实看范伟后来的一些小品还有影视剧，就会发现他里面总会出现一些口音问题，而这也成了范伟独有的标志。在师傅陈连仲的悉心教导下，范伟掌握了不少本领，并顺利考入沈阳曲艺团和师傅成为同事。之后范伟也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第一个相声《一个厂长的日记》就因为题材新颖，受到领导的推荐，成功登上各大电视台。谢谢大家呀！这没说话咱先鞠躬。要求谁办事儿是咋的？谢谢大家的光临呐，能够。1993年，范伟更是凭借着自己的本事拿下相声大赛1等奖。本来照此发展下去，范伟的前途一片光明。可惜那个时候相声已经落寞，小品迅速崛起。就在范伟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时候，赵本山出现了，并将他带上了春晚舞台。随着2人合作的第一部小品《卖拐》大火，范伟也开始了自己的小品演艺生涯。其实除了范伟以外，还有很多小品演员也都是相声演员出身，比如说巩汉林、黄宏等等。你有多少年没说相声了？我有。突然间一问，我还真的想想，是吗？应该说我是从正式说相声进到曲艺团，是1979年。说到应该是1990年。从那之后到现在，他们转行演小品的原因和范伟差不多。谁能想到王迅和郭德纲之间还有这层关系？郭先生是师兄弟儿，对，他是侯氏传人啊。我是侯宝林大师的徒弟，杨子阳的徒弟。自从王迅参加《极限挑战》爆红后，大家对他的印象就一直停留在综艺咖、影视演员上。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相声演员。1993年，对传统曲艺感兴趣的王迅跟随杨子阳学习相声艺术的创作表演。因为这个过程，2人相处得非常愉快。4年后，王迅在成都正式拜杨子阳为师。杨子阳是谁？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徒弟。因为早年一直扎根于铁路一线，所以和其他师兄弟相比，他并不是很出名。作为其徒弟的王迅，自然而然受到的关注也非常少。别看现在王迅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其实早年他有过发展相声，可是一直不如意。有一次，王迅为了维持生计去酒吧说相声，谁知他还没说完就被老板请下了台。我原来在夜总会还说相声呢，结果上去这么说了半天，观众也没乐。突然一个小姐上来就给我献花，因为我这个什么路子呀？说相声第一次上来有人献花，人把花一送上来，我们老板说叫你赶紧下去。这次经历对王迅来说打击非常大，随即他就决定放弃相声，转战娱乐圈。虽然刚开始非常艰难，只能演一些小人物，但是后来黄渤的出现让他的事业终于迎来转机。众所周知，相声界非常讲究师承辈分。王迅虽然退出了相声舞台，但他的辈分仍然在，就算是岳云鹏见了他也得喊一声师叔。迅哥在相声界是老前辈，相声界你俩得叫我爷，是吗？没有，我跟月月是一辈儿，是一辈儿。对，他比咱大一辈儿，应该叫叔。对，我也叫您叔。对迅叔。他是月月的徒弟，对，雷子得叫师爷。雷佳音，我是谁？我在哪儿？明明大家都一样大，凭啥我就无缘无故小了2倍？雷佳音满脸崩溃的样子，一定想回到拜师前夕，狠狠打自己2巴掌吧。正所谓事情有利就有弊，王迅虽然凭借辈分收获一众徒子徒孙，但也没少被逼要红包。你干啥来了？按辈分您是我叔啊。过年好说，红包都有。果然，无论是谁都躲不过德云社的拜年大计。这俩孩子得管我叫奶奶，他们的辈儿小，
他是德云社的。郭德纲呢，管我叫姑姑。所以说我是不是得管这帮叫叔叔？谁能想到蔡明在相声界还有这么高的辈分？虽然蔡明不在相声界混，但因为和侯耀文关系不错，郭德纲见了他都得恭敬的喊一声姑姑。至于其他人就乖乖的当孙子吧。而除了蔡明以外，张国立和朱迅在相声界也辈分不小。侯耀文先生是您的师傅啊，对，师傅，我管他叫三哥啊，那你叫错了，以后叫三爷就好。你应该管我叫……哎，这去你的！这人不上道了，没辙！哎，左一个姑姑，右一个叔叔，估计郭德纲心里都在骂那个坑徒弟的师傅吧。不过也因为师傅侯耀文的人脉，郭德纲在娱乐圈发展的非常顺利，尤其是岳云鹏能登上春晚，蔡明功不可没。如果说这几人大家还能接受的话，那么下面几位肯定会让大家大吃一惊。首先是韩红，她不仅是单口大王刘宝瑞的孙女，还和郭德纲、姜昆同辈。李金斗的徒弟得知她的身份后，更是直接吓出冷汗。你是金斗的学生啊？对，第50个。哦，那你可能不知道，那我就说一句吧。我是刘宝瑞的孙女儿。哎呦，都知道韩红是一名歌手，那她又是如何和相声扯上关系的呢？一切还要从韩红的父亲韩德江说起。韩德江是刘宝瑞的徒弟，也是刘宝瑞众多徒弟中模仿师傅最像的人。可惜韩红几岁后，她在一场慰问演出中因公殉职。碍于这层关系，韩红在相声界有着很高的辈分。其次是关晓彤，同岁的秦霄贤见了她都得毕恭毕敬地喊一声姑奶奶。知道小彤的什么练辈儿的话，我那天问大爷了，我跟大爷聊天的时候说到了，大爷好像不好拎那个。最后一算，好像真的好像是我姑奶奶。关晓彤的爷爷关学增不仅是文学泰斗，还是北京琴书的创始人，和相声泰斗马三立是师兄弟。作为寿字辈艺人的孙女，关晓彤光是辈分就是比郭德纲大一辈，因此郭德纲的徒弟都得喊她姑奶奶。